汉方为老第37期，这期视频我们来谈一下底片的烘干。我们都知道，底片拍摄之后是要经过冲洗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底片是反复吸收和冲洗掉药水，最终再回复到干燥的状态。但其实呢，规范的流程当中啊，底片是不存在绝对的干燥状态的，即便你摸起来是干的，它也大约包含14%的水分。那么在高湿度的环境当中，底片自然吸收空气当中的水汽啊，可以达到它重量的50%。在冲洗的过程当中呢，底片吸收液体啊，可以达到它自身重量的15倍。那么底片在冲洗完成之后的干燥啊，一方面是底片表层的水分，一方面是明胶层内部的水分。表层的水分比较容易去除，不论是水刮还是海绵都可以。明胶层内部的水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只能通过空气湿度的对流和交换。对于底片来说呢，明胶层是吸水的，但是片基是不吸水的。那么明胶层的水分刚刚也讲了是有上限和下限的上限称之为饱和，那下限维持着底片的物理状态也就是不至于很干脆那么底片当失去了14%的含水量的时候，就破坏了它再吸水的能力，所以底片是不能够烘干过度的这是柯达工程师写的那么底片的干燥呢，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然的晾干，一种是加温烘干。那么自然晾干呢，是让底片的含水量缓慢的降到底片所在湿度的这个含水量刚刚也说了是高于14%，低于50%。那么烘干呢，是让底片降到房间湿度以下，然后再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那么我们从很多人的测试结果都可以看到为什么烘干的底片密度和反差都要比晾干的好，甚至片基也要更透一些正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明胶层的含水量是弹性回中的这个不是玄学你在任何的资料上都能够查到这个结果。那这几年呢，我一直拍大画幅的叶片所以我一直用这种大号的实验室烘干箱40度来烘干底片它是50公分边长的立方体，烘干8×10底片，随便它在里面怎么飘都碰不到一起，2500块钱。胶卷呢，这些年我拍的比较少，用的是这种烘干机，但是这个机器呢，我一直不满意它。首先呢，是它的防尘海绵很有问题，只是靠2根压杆压住，四周都是透的，会漏灰尘。其次呢，我发现它的烘干温度远远高于它的标称温度。说明书上写1档是35度，但是片头处的实际温度测量是56度，2档45度，而片头实际的测量温度是峰值74度峰值66度。那一般来说底片烘干超过50度就会有损伤了，因为水分下降的过于厉害会导致变形和卷曲。所以这机器温度不能控制，它又没有定时售价还那么贵，我就想自己做一个那基本的要求就是第一呢，进气过滤得是全封闭的第二要有调温的装置第三呢要有定时第四出风口的乱流要小，不能吹的叶片摆弄大。那第五呢，要能够挂10张4×5的底片或者5张8×10的底片，因为我有3010和3005的罐子。那第六呢，就是我挂墙的位置已经在那儿了最好是原装位可以挂。刚好呢，我看到有一款手表的烘干器上面有定时和控温的旋钮，我就跟 C 克说能不能改几台出来，几个朋友玩一下那 C 克的专业它是工业设计和制造的，我们就分析了几个问题发现这个东西不能改装，因为我们前后做了4台，效果都不理想。第一个原因呢是这个手表烘干器它的风扇只是为了均匀发热，而不是为了远距离吹热风，风压和风量都不够，135底片不要想。那第二呢，是因为它不需要大风量，所以只在侧边开了一个很小的进风口底部虽然是镂空的，但是那个为了机身散热，风道只能从侧面走那么小的一个进风口，贴一块过滤棉，进风量就更小了。那第三呢，这个机器出风口的网格是没有办法挂底片的，并且网格的扰流太大了，底片乱晃。机头的尺寸也太小了，不可能更换更大的风扇。那第四个是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安全的问题。手表的烘干器它其实就是一个加热器，它的工作环境是在干燥的桌面虽然它是3向的插头，但电路是不接地线的。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你们家里面的这个电吹风也是没有地线的但是你把这个东西反过来，内部还是潮湿的环境没有地线就是安全问题了。因为湿气它会破坏电路的这个绝缘一旦漏电，它是被引走了还是导到你的身上这可是要命的事儿。那么 C 克说，就算是动手能力非常强在这个上面做改装但是重新切割、重新打孔也破坏了原有的结构还有烤漆的这个保护的作用很快就会生锈落尘。那么一般能够买到的自喷漆，它跟烤漆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并且自己改装根本谈不上耐用性和美观了，只能够重新设计，并且重新开模制作。那么我们就跟这个厂家合作沟通按照我们重新设计的结构和尺寸部件以及工艺的话，开模制作要多少钱报价听了我都头疼，因为已经完全不是一种产品了，从外到内都是不一样的备件这么一算，这个机头批量的生产成本比卖的那个手表烘干器都要翻倍了。那这根本超出了我只想做几台给朋友玩玩的预期。那么除了机头呢，还得配防尘罩。如果是柜子的话木质的你总是用湿气烘着它，要么发霉，要么就垮了。那如果是金属柜呢普通的油漆也不是用来承受这个高温和高湿的。所以你看杜斯特、嘉宝用软质的材料是对的。但是就那么一个塑料薄膜，人工怎么裁都不行撞上去都歪，底部呢也不好收口会很难看一样是得找专业的这个厂家用电脑来切割。它跟机头一样你就算是搞个100台、200台，厂家都看不上你的活，多赚你的钱都算照顾你。那么还有附件，还有组装调试，还有包装发货，这都不是我跟 C 克有时间做的活，必须得找第三家厂来做我的头就更大了。那光是所有的部件和人工这鬼东西就超过1000块了还要有运输和仓储，还要有包装，都得花钱这还不算前期我们反复研究和打样花的钱，还不算我们因为这事儿出差食住行的钱。那就算是你舍得花钱把这个量产了，你还得有质保和售后这也要花钱，因为这不是在家里面 DIY 你做产品的话，你既要负责任，你还得保护它，这也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你需要注册商标、制作网站申报外观专利，那防止抄袭假冒并积极维权同样是要花钱。好在这种机器属于电动工具，它不在国家 3C 强制认证的产品目录当中但是我们问厂家，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做全了？厂家也说没问题加钱就行。但是做完一个产品的3C 认证5万块钱怕是打不住的如果一台烘干机就为了一个激光贴纸每台要多花500块钱，你说值不值我觉得太不值了，还不如我给你签个名呢。那么生产这个东西你还得垫资有成本有风险，什么时候收回来还不一定现在想想能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在这里说句实在话，我不牵头做这个事儿，我玩胶片10几年了，也没有见谁这么做产品。这个东西你看我做出来了吧，你等着看该抄袭的抄袭，该说闲话的说闲话。那我们忙活2个月比不上本职工作的薪水高，还不一定捞到什么好。那么这个烘干机呢，安装工作原理什么的没什么好说的挂在墙上，底部用附带的胶贴固定好，一看就懂。但是我要讲一下这个东西用起来是个什么思路。机头的温度控制它是加热管的温度设定，也就是整个机体的最高温度或者叫安全温度。那么热风走下来是要有衰减的。我自己用的时候呢，会在这个烘干机的罩子内部偏头处贴一个小米的温湿度计，10几块钱。我后来搞清楚为什么嘉宝的温度那么高，因为它是以中间段的温度也就是平均的温度来标成35度和45度的。那我认为这个事情做的就不专业，我是不能够牺牲底片任何一个部分的偏激质量的。所以在使用的时候我通过调整温度的旋钮，让偏头处的温度，也就是温度计保持在低于50度，就可以保证135底片烘干的效果。当然从加热管到偏头处的这个温差是随着房间的温湿度而变化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都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环境来进行设定。那如果是120的胶片呢，偏头处低于45度就可以了。如果你烘干叶片我建议38度就可以了。那千万别像嘉宝把温度设定的那么高，
底片时间一长啊，你就知道坏处了。当然了，不同的尺寸、不同的偏激、温度和湿度的设定都是可多可少的，这个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在我的工作室里啊，室温是25度，那我把加热管设定到90度，那我片头处的温度就是46度，我觉得刚刚好。那么底片的烘干效果呢，湿度的作用是大于温度的，加温其实是为了降低进气的湿度啊，可不是为了烤底片。水分主要是靠低湿度的空气带走的。那我们测得罩子底部的出风口的空气流速是每秒2米，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气流配比。这跟我们反复调整风扇的功率、悬挂的网架和底部的开孔规格有关。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各种不同的导流网架就是为了减少出风口的扰流。但是你都想不到，我们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和研究的成本，最后什么效果是最好的？那就是不加导流网架，保持最清爽的风道。因为当你加了导流格的时候会限制风力的传播方向，中间的风道肯定是垂直的，但是靠近边缘的时候，反而让风的倾角变得更大。那吹到侧边再反弹回来，底片摆动的幅度就会很明显。如果要做好风道呢，机头的高度要从现在的12公分增加到25公分成本增加这不是问题，但是对于1.65米的身高朋友就不太友好了，你都够不到那个旋钮。所以使用无遮挡的风道是经过大量的实验，你别看着简单就觉得我们很省事儿。你可以看到悬挂叶片的摆动幅度非常小，并且可以排得下10张4×5也就是5张8×10底片嘛。那么我们实测不刮水的135底片16分钟是可以完全干透的。用海绵擦了水的135底片呢，7分钟就干透了。当然你使用的环境可能比我工作室的湿度要大，但是时间相差也到不了2分钟。所以这个机器取代了我之前那一台呈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觉得这个结果是很满意的。当底片烘干结束呢，定时器就会叮的一声响，让我看底片的心情都好了。我为它注册的商标和域名呢，都是 Darkroom Master 别想错了，这不是我自夸的意思而是我期望人人都成为暗房大师。这也是我一直在 B 站上面做分享暗房技术的这个初衷。所以感谢大家又听我唠叨了一期视频也许我之前讲的内容有点专业不接地气，那么下期视频我将带着大家用最简单的方法玩出最高质量的手冲。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